按老规矩。等会儿，要动手，也轮不到你们。住口！公司有内鬼，有人知道我们详细的出货路线。货一进南陵，就被谭家的人盯了。南陵四面环山，只有一条路能出去。他们把入口全封了，要不是前面的兄弟开了个口，我们所有的货都被包圆了。对了，回廊那个散货的前客，他知道我们出货的路线，不信你们可以查。犯错就得认，挨打就站稳。大家最讨厌的就是犯了错还要找一个借口的人。师傅，最可恨的是你把我辛辛苦苦提炼的顶尖货都丢了。等一等。海叔，怎么你要保他？他说的有道理。南岭这条线是我负责的，内鬼的事情我也在查。给我1分钟时间，没查出结果之前不要动他。南岭这条线上有个叫回廊的吗？给你40秒让他开口。小子不错，都受到攻击了，还能观察对手。假以时日训练训练，这就是个虎将啊！岁数那么大，哪那么多欢喜？老板，我错了，我也是被逼的。谭家那些人绑了我女儿。老板，你们看着办。能力很重要，忠诚就更重要了。内鬼也查完了，这个事情就过去吧。谢谢海叔，谢谢黄总叔。这件事要通知老板吗？这点小事，有必要吗？下去收拾收拾。海叔，就按你说的办吧。他能力不错，但毕竟年轻，还需要有人带。你好，先生。老规矩，冰美式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喂，最近要有大动作。凯撒要把谭家彻底踢出去，靠的是老师傅做的一批尖货。这次动作会牵涉很多人。有什么计划吗？他们有可能让我散这批货。如果我散，老规矩，有需要就打伤我。如果不让我散，我会阐明渠道。辛苦了。公司有个年轻人，也是干督的，我观察很久了。你回去帮我查下资料，如果可靠的话，将来会有大用。把资料发给我。好的。辛苦了。谢谢。好，再见。哎，海叔，好点没有？哎，没事，
小伤。来，让我看看。没什么问题。用这个透气，好得快。啊，哼，谭家的人下手真狠。你说这帮人，他们要真有种，怎么不跟警察干呢？你也没对警察动过手啊？我怂。你不是怂，你是这里下不去手。孩子啊，你不适合干这行。您说这句话，让我想起一个人。谁呀？我师傅。临终之前还在念叨，说希望我能做一个好人。可惜，最后一面没见上。现在呢，遗愿也没完成。好人还是坏人，别人不一定看得清，但自己要知道。你的心是明亮的，即使身处黑暗，仍旧会照亮你脚下的路。你的心里有一盏灯，终究会被点亮。还说，跟您这么久，也遇到过不少警察，您也没动过手啊？动手不是我长项，我的长项是智取。一杯冰拿铁。好的，请坐。是我。富春会有线索了，我决定跟一下。富春会和凯撒不一样，他背后隐藏的东西太多，不要贸然行动。我们付出的太多了，如果跟他们这么捉迷藏，我们耗不起。这次线索如果抓住了，会毕其功于一役，我一定要试一下。既然这样，那你去跟进吧。有什么事情随时联系我，我会全力支援你的。你给我发的资料我看了，这个甘天雷是个好苗子。如果我有什么意外，我会把东西放他那儿。他怎么选，就看你们的了。知道了。我闺女还好吧？他娘俩都挺好，放心吧。再见。再见。谁呀？阿雷，是我，快点！海叔，怎么了？阿雷，怎么了？有没有人来过？哪儿有人？赶紧的，快出来，有内鬼！知道了。阿雷，这个光盘是我拿命换来的，按这个地址把这个光盘交给他们，地址记住之后要烧掉。点亮你心中那盏灯，找到回家的路。海叔，
小海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我给你一个机会解释，为什么？我得承认，这么多年在一起，有过共患难，有过真情流露，但是我是警察，你是毒贩，我们从根儿上就不同，路就没一样过。咱们兄弟这么多年了，从一无所有走到今天呢，你现在跟我说，咱俩走的路不一样。这么多年，我之所以能忍你到今天，就是为了找到充足的证据，把你们一网打尽。事实证明，你没这个能力啊！我是输了，但你也没赢。你手上沾满了血，你无论藏到世界上的哪个地方，我的组织都会消灭你。还有你，这个数钱的。还有你，这个制毒的，你们敢做这种事情，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。只要你们不死，我们的斗争就不会停。别把自己说那么高尚，你手上沾的血也不少啊。你说的没。海叔，对不起了。詹队、马队，东西都收拾好了，我们就先走了。行，这段时间你们辛苦了啊，回头咱一起吃饭，走吧。走，走了。走了，马队。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
专案组解散了，哎，是不是有点舍不得我？能不能不开玩笑？马瑞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我老早就发现，你看干天雷的眼神不一样。你是不是喜欢？能不能不胡说八道？别否认。上次小李说化妆侦查员的孩子命硬，我看你反应就不对，一直就想问你。现在咱俩马上要分开了，你就跟我说呗，我想知道。在凯撒案中，有一个牺牲的化妆侦查员叫海叔，你有印象吗？石小海啊。他是我的父亲。石小海姓石，你……我跟我妈姓。其实，在接手这个案子之前，我都不知道我爸是因为凯撒案牺牲的。我上警校当警察，只是为了离他近一点。但是台局一直反对，也一直拒绝我进缉毒队的申请。他怕我有一天走上我爸的老路。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这个事儿。从小我爸很少在家，也从来不接送我上学放学，包括改姓，都是为了隐藏身份，怕坏人寻仇。我爸是个英雄，可作为父亲，作为丈夫，他是失职的。小时候，我妈一边上班，一边操持家务，还要管我的学习，焦头烂额。我爸常年不在家，外人就觉得我们家没有男人，就欺负我们。我就跟他们打架，打得鼻青脸肿的。那会儿我恨我爸，我发誓，一定不会让我以后的孩子过这样的生活。直到我长大了，直到我当上警察了，我才知道，我才理解，我爸的选择有多难。是啊，做警署确实挺难，但我们警察也有后代吧？阿瑞，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说，别说了，别白费力气了。打我穿上这身警服的时候，我就跟自己说，婚姻的事情我是不会考虑的，跟你无关，是我自己的原因。我不想做一个失职的母亲，一个失职的妻子。你能理解吗？这段时间跟你一起工作，虽然辛苦，但是真的很开心。谢谢你。海伯伯，考完了？考完了，发挥的怎么样？超常发挥。来，
给我买的。奖励，挑吧。哎，我就知道你愿意吃的。手来了，哎，想好了没有啊？报哪儿了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是我唯一的志愿。你就没想过要报一报什么艺术院校？体育院校也行啊。我妈支持我。我小时候看我爸穿警服，我觉得特别酷。当时我就想好了，我以后一定要当警察。不过，后来我爸几乎不怎么穿警服了，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。这次更离谱，离家752天，只给我打了4个电话，而且全部都在今年4月份以前。4月份以后，给我发的一些短信，内容都是奇奇怪怪、不疼不痒的。台伯伯啊，你这次给我爸什么任务啊？秘密任务。我爸爸是不是出事儿了？你爸爸能出什么事儿啊？你爸爸是身经百战的老警察了。4月份以后，我爸给我发短信的内容很奇怪。他从来不会用那种语气跟我讲话。那些短信都是您发的吧？我没能保护好你爸爸。我爸是怎么死的？太君，我只知道您交给我的任务我完成了。我只知道，从今天起，我可以穿着这身警服，光明正大的去任何一个地方。我只知道，从今以后，我可以带着我的女儿去任何一个只是答应但是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。太君，我在一个不见天日的环境下，我待了10几年，10几年，我也想过正常人的生活。查清。陆总，有事吗？有人要跟你说话。绿，你现在忙得很啊！我想找你还得通过我的人，你在躲线吗？我没有躲呀。研究项目确实很忙，毕竟项目是最重要的，不是吗？项目，全球万能的挡箭牌，上面的人对你的汇报有些疑惑。阶段性成功这么久了，就算你是爬泰山，也应该到南天门了吧？配方上确实出现一些细节上的问题，不过呢，总体来讲胜利在望了。您放心吧，我会在期限时间内完成目标的。我给你提个醒，你是个聪明人，
聪明人应该做聪明的事。这个世界聪明人多，对于乡民来说，你不是唯一。如果你没有利用价值了，我会分分钟踩碎你。谢谢您的提醒，请您转告上面，我已经找到了可以帮我解决配方的人，这扇门早晚会被推开。我当着，希望你能拿着足够硬的资本来教我。陆总，你坐进来。陆总，出去。他凭什么呀？他凭什么敢对我指手画脚啊？居然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！无知的走狗，坐享其成的败类，最后都要在我的科研成果面前臣服。你们在凝视着我，可以，我也在盯着你们，看着吧，我的作品总会有破土而出的那一天。小松，我跟你说，你不会白死的，胜利终将属于我们。这个世界欠我们的，我们早晚要拿回来。我们早晚要拿回来。早晚要拿回来。身份恢复啦？算是吧。分到几大队了？还没定。
第一次见你穿这身衣服，很帅。带。我去做饭去。哎，等一下，庆祝你身份恢复，我来做。 喂，让你们部门的实习生干小暖，明天正式加入 C4计划。小暖，吃早饭了。快过来吧，这是麻婆豆腐的，专门给你买的。 这家包子可好吃了，你爸一大早去排队给你买的。尝尝。啊，那吃个鸡蛋吧。要不这样吧，抽个时间，我们出去转转，旅游怎么样？你想去哪儿？ 随便。对，我这手里还有一些钱，我全拿出来，咱们去放松放松，好吗，小暖？嗯。你还有私房钱呢，那以后交伙食费吧。你看你爸都发话了，我还不宰他一顿。那你们定吧，我上班去。哎，你吃太少了，你什么都没吃。 那个，他这个情绪也正常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明白，我也理解。但是这都3个月了，你要说我不担心，那是骗人的。确实，也是我做的不够，我对不起他。才3个月不是吗？伤筋动骨还得100天呢。再说，他这是心理的问题。 可能需要的时间更长吧。我觉得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真的，我都能感受到，你们俩是亲父女，血浓于水，这个就是需要时间，慢慢来，他肯定能感受到你对他付出的真心的。但愿吧。吃饭吧。 我得上班了，来不及了，这交给你了啊。下午等我电话，我来接你。杨队，公子，你日记查的怎么样了？ 啊？什么问你话？哦，那个，杨队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和马队的技侦组一起开了个会，一致认为这个日记的本体呢是基本没什么可能隐藏内容的，所以东哥决定，我们把日记的本体拆分开以后呢，把这个日期编号和码数编号拆开进行排列重组。 看看有没有什么隐藏的信息是吧，东哥？对。行，后期要是查到什么信息，你们盯紧一点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少儿，你那个打架斗殴的案子怎么说？这个案子有点意思。哎，你们说现在这小年轻都怎么了？不在学校里好好念书，
非得出来瞎混。前天夜里，红岩洞那边一酒吧，几个18、19的富二代突然干起来了，1个重伤，3个轻伤。杨队，你猜是因为什么干的？要不我给你泡壶茶，再来盘瓜子儿，怎么样？来，拿着。哎，谢谢大哥。谢什么谢？我每次听你说案件，我都一肚子火。你赶紧跟杨队说重点。节目效果，节目效果啊！这一开始啊，我们都以为是激情犯罪，小年轻嘛，为了女孩争风吃醋。但是这一查根本就不是，而是因为一包减肥药。减肥药？哎，但是这个减肥药可不一般啊，是含有地芬诺酯和曲马多成分的减肥药。地芬诺酯和曲马多是管制类药品啊。对啊，属于软性毒品。这就是最魔幻的地方。这按理说含有地芬诺酯和曲马多成分的药，必须是处方药。但是这个排毒养颜胶囊，拿的是保健品批号，属于保健品，在各大药房里就能买到，这是不是很奇怪啊？保健品，这明显是挂羊头卖狗肉啊！这种药要是随处都能买到的话，被吸毒的人知道麻烦可就大了。发协查通报了吗？啊，因为涉及到各大药房，已经向兄弟单位发协查通报了。你说现在这些人啊，有人欲望满身，有人利欲熏心。行，你们先忙吧，我去趟医院，跟熊芝汇报一下这事儿，没准能掏出个大鬼来。熊芝住院了，大家知道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我和我家小总的旅游又泡汤了。意味着咱们得天天点外卖。意味着这每天又睡不够8小时喽。一个比一个聪明。呵，难受。哎，杨队，怎么了？南海那边传过来的案情通报，在鳄鱼的粪便里发现了人类的毛发，经过 DNA 比对，是车厘子的。那也就是说，就算他没有被淹死，也可能被鳄鱼吃了。那一带经常发生鳄鱼伤人事件，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。行吧，我知道了。这个车厘子，我怎么总觉得它没这么简单呢？天雷，现在给你的这些，是沙青的全部资料。他在境外当过雇佣兵，很可能参与了多起刺杀案件，但他很聪明。从国际刑警的报告来看，证据链条都指向他，就是没法定他的罪。此次他突然入境中国，背后一定有事。傅春慧一案，很可能从他身上找到突破口。你先稳住杀青，我们绑长线，钓大案。哎，小磊，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不是说好下午一起去看老熊吗？我在楼下等你，你快点啊！哦，好，我马上下来啊。怎么样？家里的事情处理完了吗？嗯。来，坐这儿。小暖啊，每个人呢，都有自己的至暗时刻，也都有跟自己过不去的时候。但是这都是人生不可避免的坎坷。当你回头再看，它也许就会变成一种点缀。不论如何，它都是你人生的一部分。